我喜欢这片土地，虽然它只是一个小山村，我的理想就是从这里生根的。这个房子在我的家乡浏阳，花豹之乡，这是我父亲住了一大半辈子的老房子。从16岁学习造园专业，到现在42岁了，一晃就是26年。年少时的起心动念，真的能支撑人走一辈子。重建的目的有2个，一是及时行孝，二是追求心中的理想。空间是1700平左右，从设计到重建完工用了3年的时间。尽量不去破坏原有的地形地貌，依山势而建。从原来1栋自建房，最后落地为6栋小型建筑，构成了平地空间、半山空间和山顶空间，形成了多维度的院落形式，一座充满趣味、有生活气息的庭院。主楼是父母和我们居住的空间，因父母年龄偏大，主楼选择平坦的位置，室内设计简洁，房子样小，够用就好。公共区域又大，方便家人相聚。出门即是开阔的草坪，旁边设计了一面夯土墙的灰空间，大家可以在那里喝茶。墙上的黄土取自我出生的那片土地，有一份生命的力量感。山水会客厅，做一些朋友的接待，也是原居的工作室。书房在半山腰的位置，是我待的最多的地方。阳光通过风帘进入窗户，形成一幅变幻的画。一条小小的溪流经过书房缓缓而下。我们造园时采用了野山石和溪水石，星星点点的青苔，不同层次的绿。在房子未建时，我们提前搬了一块巨石置于屋后，大约70吨左右，成为台阶的护栏。水汽从山顶夜月亭下流出，流向中段，再慢慢流向石桥的水潭，最后流入平原草地，形成一个段落式的瀑布。整个庭园围绕着平地溪涧、幽谷田间而延展，形成一个回游式的庭园。通过山径慢慢往上走，如果说山下的空间更多是体现当代简约的生活，而上面则表达田园归隐的状态。3段自然的麻石桥将人引申至幽谷之中，桥的上方是庭园的制高点，营造了一个传统榫卯结构的木亭，取名为映月亭，因为它是空间中赏月的最佳地。亭和水潭之间的落差形成了一挂自然的瀑布。这棵松是我父亲种的，在这个登高处可感受我父亲建造家园的痕迹。到了这里，大家都以为到了源头了，实际上里面还有一个空间，有菜地、鸡舍，房子的材料是质朴的老杉木，土地是用3合土方式做的，在这里发酵了1个星期，3、5个人慢慢的拍打而成。这片菜地是我母亲最喜欢的地方，她每天会花很多的时间来打理她的菜园。水塘边种了一些柿子树，挂在屋檐下风干，这是买不到的乡间美食。有了这个空间，我们卖掉了城里的房子，如今一部分时间在杭州，还有一部分时间就在浏阳。回来我们和父母一起住，在庭院中扫扫地、修剪维护，我觉得这是我最好的状态。塘里养的一方鱼，地里种的一片水稻，回到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上，朴实有爱的地方就是你离不开的乡愁。这座庭园定义为一个终点，也是一个起点。终点就是我实现了儿时的一个自由的花园梦，给了父母和自己一个交代。起点是我们将庭园生活化，实现中国人心中的原居生活。如果我能活到80岁，可以再持续做几十年，那太美好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已经享受到了无比的快乐。山水给人带来无穷无尽的滋养，树木、阳光给你提供了氧气，带来了温度，让生命持续，而你却不用消费。人与自然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。
一个人一旦安静下来，听着山水，看着草木，你发现我也是自然中的一份子，你能够安放自己，也能够包容万物。